哇！呢度好靚啊，簡直係世外桃源啊！今次真係冇嚟錯，最衰電話冇晒電，手頭上又乜都冇，想影低佢都唔得，唉，真係失策。又唔使咁失望嘅。咦？點解好似有把聲嘅？唔通仙境真係有仙女？我唔係仙女啊，我係館長嚟㗎。哦，係喎，真係有人。你好啊，館長。啱啱背光睇唔清楚，想記低眼前嘅畫面啫，你唔使咁頭痕喎。不如參考下中國古人，佢哋好有民間智慧㗎，會喺大自然尋找唔同嘅物料，再變成有用嘅素材。中國傳統顏料就係咁嚟，就地取材就可以留住眼前嘅美景啦。真？可唔可以教下我啊？你見唔見到溪澗嗰度有啲貝殼啊？你執幾粒俾我先。當然可以，等一陣啊。唔該晒，我哋將貝殼用火斷燒，再研磨成粉，就可以成為白色顏料。除咗貝殼之外，鉛白都可以用嚟做白色顏料㗎。佢係秦漢時期煉丹術嘅副產品。鉛白嘅特質係佢顯色度高，不溶於水。古代女性仲興用佢嚟做粉底添。居巢呢幅畫嘅昆蟲就係用鉛白嚟畫㗎。咦，館長？你身上好似有啲嘢喐嚟喐去。我唔使驚，呢隻係胭脂蟲，佢都可以用嚟整紅色㗎，顏色仲好鮮豔添。只要經過曬乾、壓碎、過濾等加工嘅程序，就可以整成顏料㗎啦。而另一種常用嘅紅色朱砂就係礦物，古人將佢磨成粉，用嚟整紅色顏料之外，仲會用嚟做印泥，可以喺作品印上大名。講多樣嘢你知，古人仲會用佢嚟整胭脂同唇膏添，但而家唔會噶啦。朱砂嘅化學成分係硫化汞，汞即係水銀，係有毒噶。而用胭脂重整唇膏嘅做法呢，就一路用到而家。啊，我之前染布用過藍草提煉嘅花青做藝術品，係咪都算係一種顏料啊，館長？冇錯，花青係天然嘅水溶性植物染料，好多畫家都用佢噶。而你所講嘅藍草，通常係指幾種可以提煉出藍色嘅植物，包括鳥藍、木藍、松藍等等。除咗畫畫、染布，仲可以入藥㗎。喺石圖呢幅作品裏邊嘅船帆同山景就係用咗花青啦。嘿嘿，原來我都有啲古人嘅智慧。個森林咁大，唔知仲有冇其他植物可以用呢？梗係有啦，好似呢棵樹由東南亞移植過嚟，屬於熱帶金絲土科植物。佢嘅汁液就可以提煉出藤黃，都係國畫常見嘅顏料嚟㗎。喺呢幅花果作品下面嘅黃色果子，就係用咗藤黃畫㗎啦。話時話，館長你好勁啊！好似咩顏色都考慮唔到，點解你咁叻，知道咁多顏料嘅 tips 嘅？哦，係古人勁啫。而家我哋修復中國書畫需要保色嘅時候，都會用到傳統國畫顏料。例如山水嘅藍綠色就最常用到礦石研磨出嚟嘅石綠同石青。用得多就知㗎啦。提多你一樣，礦物顏料比植物提煉嘅顏料耐光，唔易褪色。估唔到古人咁聰明，可以就地取材，更冇諗到現代人可以將佢神還原。今日就同你講住咁多先，下次有機會再分享更多文物修復嘅小知識啦。拜拜。